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美国和韩国联合宣布，将在3月13号到3月23号，在韩国境内和周边的海空域举行一个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个军事演习被命名为“自由护盾行动”。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美韩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呢？首先，这个时间是在俄乌冲突就是1周年的时候。那么这个美国又和日本进行了铁拳联合的军事演习就是两栖作战两栖登陆等等这样一些联合的军事演习。这种两栖的演习呢，是从美国的本土现在移到了日本的本土。那么在接着这个演习之后呢，美韩之间要进行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这种美韩之间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在东北亚或者朝鲜半岛已经这个5年没有进行了。那现在突然要进行，很显然是想搅局东北亚的局势。那这个地点呢，由于是在韩国境内和韩国的周边，那必然激起他的邻国的警觉和强烈的反对。我们看到这个朝鲜马上发表声明，说你这个演习是对就是侵略朝鲜的一种战争的演习，那么必然会受到就是朝鲜方面强烈的这个反制和这个反应。那么我们再看就是他的这个演习下面可能要进行的科目，因为从美韩双方就是向外透露的消息说呢，是针对朝鲜现在这个核能力和这个远程打击能力有了大规模的提升而进行的一种演习。而这种演习在过去就是美韩之间也进行过就是针对朝鲜的这种针对性的演习。它的当时或者过去的一些想定呢，是朝鲜对韩国发动了这种入侵式的战争，然后呢，美韩这个联军在韩国的境内进行抵抗，同时呢，从驻日本的这个美军中快速的抽调部队向韩国来增援，并且从美国本土包括关岛一些二岛链的军事基地向韩国增派这个部队。当这个部队抵达韩国之后，马上向朝鲜发起这种进攻，最后打败朝鲜这是他的以前的一个作战的想定。那么在这种想定中，既然是作战，而且是针对朝鲜的，那演习的科目就比较的具体。一个呢是陆地上的作战，因为韩国和朝鲜是接壤的，所以一方面是陆地的作战，还有一方面呢，他的部队是从日本和美国本土调来的，所以有这种两栖的作战、登岛登陆的作战、海上的作战、空中的作战、特种作战，因为它要渗透到对方的国家中去进行特种作战。还有呢，就是他既然讲朝鲜有核武器，那就要防核防生化这种能力的作战。所以我们看他的演习科目非常多。那么这次呢，美韩之间只是宣布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并且美国的航母编队要参加。那我们根据以往就美韩之间进行相关的演习分析判断呢，美国可能出动他的就是第8集团军，就是陆军的部队，还有海军的第7舰队，还有就是他的陆战部队。因为美国的这个陆战队它是单独编列一个军种，可能是他的第3远征部队就是陆战队的来参加。那么作为韩国一方呢，除了他的这些1、2、3集团军要参加以外，他其他的一些海军的各舰队，还有空军的作战司令部都会参加相应的部队来组成就是韩美的联军来参加这次演习。所以我们看规模可能是比较大的，而且科目也比较多。那如果进行这样的演习又是在朝鲜的周边，朝鲜必然要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比如说相关的军事演习，或者相关的一些武器装备的试验的这种就是表达，比如说导弹的试验或者是一些火炮的射击或者是一些其他武器装备的这种试验和演习。所以呢可能是半岛的局势升温。
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半岛的局势一直以来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美国还是要举行这样一种演习，因为这种演习是由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就是他来策划，然后呢由美国和韩国就是他的联合司令部或者参谋部，就是在驻韩的这个地域里边或者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具体的组织实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美国在这个时候就是发动或者是说准备的一场军事演习，实际上背后的企图并不是说半岛现在安全形势发生了恶化，而是说呢要在这里兴风作浪，要引发半岛局势的这种激烈的对峙或者是对抗，来为美国推行他的所谓印太战略来服务。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